呢是我们在加利利玩的第2天。如果你还没有看过第1天的影片的话，记得去点哦。然后，如果你们对我们这一次住的民宿有兴趣的话，也可以看之前的影片哦。那今天会带大家玩哪里呢？今天会带大家玩就是加利利附近的景点。在我身后呢是北边，那边有加百农、摩大拉等等的。那北边的这3角区呢，就叫做传福音的黄金三角洲，因为耶稣主要的服事都是在那个附近。那晚一点的话，我们会到耶稣长大的拿撒勒，其实离这里大概就是开半个小时的一个车程。那我们等一下呢，还会到对面那个地方，这里都还是加利利湖。然后今天早上日出是从这里出来的，非常的漂亮。那个地方呢，以前有一个就是西马罗马犹太人住的一个城市，叫做苏西塔。那在出发以前跟大家讲一下，就是因为我们已经来过加利利蛮多次了，然后我之前的影片也有介绍过，就是比较经典的加利利景点。那今天的景点呢就会比较冷门，所以你们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可以看之前的影片。然后呢，也是要跟大家再度推销一次，就是我有出一本关于以色列旅游的自助旅行工具书。那很多我在影片里面介绍的景点，在书里面都有更详细的介绍，所以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就是多多使用那本书啦。那在书里面都已经有范例行程了，所以使用价值是蛮高的啦，会比看这个影片高。因为这个影片的话，主要是依据我们今天的兴趣喜好，还有我们目前的状况是带一个9个月大的宝宝，所以就是玩的节奏就会比没有宝宝的情况慢很多，所以还是以那个书中的行程的范例，然后作为参考，我会觉得比较好啦。但是你们还是可以看这一集的影片，看看我们去哪一些特别的景点。就是五饼二鱼教堂，但是我们现在不是去那边，我们要带大家看的是喝咖啡的地方。喝咖啡的地方，还可以睡觉。这是旅馆，是一个朝圣者旅馆，但是现在战争的关系还是关的。得到了吧？好，然后我们现在要去真的博塞大了。往这边走呢是加百农，然后我们继续往前，因为我们要去博塞大。博塞大是彼得、安德烈还有腓力的家乡。那博塞大在耶稣时期的时候是一个犹太人居住的小渔村。博塞大的意思呢是猎人居家。为什么是打猎啊？因为这边的打猎不是指的是动物，因为这边打猎鱼，打猎鱼，可以这样。那我们要去的真正的博塞大呢，是这几年考古团队才慢慢挖掘出来，所以还没有一个告示牌。现在看到的告示牌，如果说去博塞大，那个是假的博塞大，那个是好像是第一圣殿时期的的一个以色列城市，然后被误会成可能是博塞大，然后也有很多人去那个地方。那后来这个真正的博塞大才挖出来，然后在2年前的时候，就在一个使徒的教堂里面发现了铭文，然后上面就有写就是提到彼得，就称天上使徒的首领和指挥官。那这个铭文呢，就证实这个地方曾经有一个教堂是跟彼得有关的，因为曾经有一个主教他在西元8世纪的时候来到这个地方，然后他说他有去博塞大的教堂。沙帆呢？我们那个桥就是约旦河，我们要过约旦河了。
那总而言之呢，就是那个主教他就有说啊，就是博塞大那边有一个关于彼得的教堂，因为那是彼得的家乡，只是后来的人就没有发现说他说的那个地方在哪里，然后还觉得说，哎，是不是主教自己本人搞错了？他说的可能是加百农吧。那所以博塞大呢，这个谜一直是到最近几年才解开来，就是你看是这样子一条很隐秘的路。哦，好像不能去哎。那目前呢，它还是一个没有被开发的一个秘密景点。因为下雨的关系，所以好像不能去了。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考古工作这么难，因为他们一定要在很热的时候，他们才能够挖嘛。现在不热，可是就是水就淹过那个泥，然后他们这样就没办法考古。这也是会好像给一个证据，就是为什么是这边，因为就是说就很靠近海岸的意思，不像那个另外一边是在山上。这里离加利利湖只有2.5公里，所以你要试渔村的话，你一定要靠近湖嘛，你不可能在山上。好可惜哦！大家如果对博塞大有兴趣的话，请你们去看夏达华的 YouTube 频道，他们之前最近才来考古。这个博塞大呢，就是在加利利湖这一边。Late Roman bathhouse. Wait, the Roman bathhouse is here? It's right there, under there. 哇，这个地方看起来小小的，但是考古人员呢就发现这里其实是真正的博塞大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就是在那个小土堆那边就发现个铭文。 This is the very corner of the church. That is the baptismal pool of this church. 哇哦！ There's really like pinkish also. Yeah. 然后我要把故事讲完，就是除了圣经以外，在第二圣殿时期也有其他犹太人写的东西嘛。那有一个很有名的人，他就叫做约瑟夫，那他就有写说博塞大变成了茱莉亚。茱莉亚是谁呢？她是提比留的妈妈。那博塞大这个城市呢，就被那个大希律王的儿子。希律斐利，他也叫希律，就是希律是很常见的名字。那希律斐利呢，他就把一个小渔村改建成大城市，然后就用这个提比留妈妈的名字来叫这个城市。所以呢，博塞大它后来就不是只是一个犹太小渔村了，而是一个罗马城市，然后叫做茱莉亚。所以呢，你一定要有足够的考古的东西是来自罗马时期，你才能够证明说，哦，这个是博塞大茱莉亚，不然你怎么证明？那现在大家误以为的那个博塞大呢，它就没有罗马时期的东西，然后它的位置也不对，这是为什么？就是那个我们刚刚去不了的那个博塞大，才可能是有最多考古依据证明它是博塞大的一个可能的地点。它有挖出来就是罗马时期的钱币啊、用具啊、那个捕鱼的东西啊、那个称鱼的重量的东西啊。那假的博塞大呢？你看第二排 Bethsaida， 那个就是目前的假的，到时候应该就会换掉了。那在以色列有一些景点，就是它是属于纪念性质啦，没有考古依据。可是因为朝圣者都去那个地方，所以就久而久之，大家就觉得说啊，这个地方就是耶稣做什么什么的地方。举例来说，巴福山就不是有任何考古依据的一个地方，它就是一个后来才盖的教堂。那大家都去那边，那边风景又好，又有停车位。那真正的巴福山的话，就是我有看书，我认为是在哈定角那个地方。然后前面已经到 Kursi 了吗？对啊。Kursi 呢，就是也是另外一个没有考古依据，但是在纪念耶稣把那个鬼赶到赶离出一个人，然后那鬼就跑到一群猪的身上，然后猪就有跳下悬崖。可是这个地方Kursi 库尔西这个国家公园，它真的没有考古依据，它只有一个教堂，所以也是另外一个例子跟大家来分享。那我会推荐的就是有考古依据，然后又很就是有朝圣气氛的景点，是摩大拉。它除
除了犹太会堂遗迹在那里以外，它的里面还有挖到有一个讲台，上面刻画着金灯台。那这是发现，就是以遗迹来讲最古老的金灯台的一个证明。那还有什么？还有一个渔村，然后还有敬礼池，然后还有码头，那都是耶稣时期的。所以你从它的地理位置，从它的遗迹，从它整个气氛来讲，我真的觉得摩大拉是很值得参观的一个地方。我们已经从对面到这边了，那你们看到那边白色密密麻麻的城市呢，就是提比利亚。提比利亚呢，就是以提比留将军皇帝做命名的城市。好绿好绿，因为现在是2月份。好了，我们现在要去苏西塔。苏西塔的意思呢，就是马。刚刚 Kenny 说，这是目前会是最绿的时刻，因为前2个礼拜都在下雨。苏西塔主题曲。到喽！这是最近新开的国家公园，有一只马，超美的。那这个应该是售票处吧？那以色列的国家公园呢，有出一个套票，你基本上你只要去5个国家公园以上，那就划算了，因为没有很贵。那如果你们是有2个人的话，还可以买双人的套票。如果你们想要有更多关于以色列省钱的一个秘籍的话，可以看我出的那本旅游工具书，可以帮助你们省钱。这个城市其实在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地域，叫Decapolis， 它是其中的 Decapolis 一个罗马的城市。那在圣经里面呢，也有提到迪卡波利，意思就是10座城。那刚刚 Kenny 也有说，就是发现的城市其实不止10座，那这是其中一个已经被挖掘出来的。这座城市呢，在耶稣时期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了。所以当耶稣他在分享一些比喻，好比说像是城造在山上是不可隐藏的，那可能看的就是这个方向嘛。看到的就是在山上的这一座罗马大城市。我们现在呢就站在护城河的中间，这里是外面，然后我们可能应该是在桥上，然后那边呢是城墙的里面了，所以现在就是要进城了。那这里呢还跟圣经的一个故事有一个关系，等一下再跟你们讲。因为罗马文化之一呢，就是很爱去罗马澡堂洗澡，所以这个水就变成一个很重要的事情。那他们就已经解决这个问题，他们造了24公里长的这个运水的一个系统，这样子这上面的那个澡堂啊才会有足够的水。Kenny 说这应该是原来的入口。我们走了半天，终于到了真正的入口了。这里本来有3层楼高的一个塔楼，那这里是城堡的入口。这里是那个罗马时期商业大道的概念啊，每个罗马城市都会有一个大道，然后旁边就是商店。东西向的叫做 Decumanus Maximus， 那南北向的就叫做 Cardo。这个建筑是以色列建国时军队用的碉堡，那现在呢就是游客中心。那我们刚刚就是从这里进来，然后就现在在这个访客中心。那这里呢总共挖到了8个教堂，因为这个希腊罗马城市大概在西元5世纪的时候就成为了一个基督教的城市。目前在地图上的呢有1个教堂、2个教堂、3个教堂、4个教堂，然后这里有一个集会，
代表之前很有钱，有那个很多人住在这里。然后这里有一个剧院，然后这里有一个罗马的澡堂。那这边还有第二个对基督徒来讲重要的意义是什么呢？那是什么故事呢？就是你们可以看到这样子一个很大片的加利利湖嘛，它是在我们的下面。那这是一个有钱的罗马城市。那有人就认为啦，就是耶稣赶鬼，然后鬼到猪身上，有这么多只猪，一定是在一个有钱的城市嘛，所以就认为是在这里的某一个洞穴，然后猪就从这里的悬崖跳到湖里面。那在耶稣时期呢，就有这样子的城市存在，可是耶稣他自己反而是在一个只有200多人的拿撒勒村长大，所以你看这个落差有多大。妈妈，你觉得这个景点怎么样？我觉得这景点很无敌耶，很无敌哇！最高评价，噔噔噔噔。它这个涵盖了古迹，又涵盖了教会历史，又涵盖了人类的兴衰。你再怎么样宏伟的地方，其实一个地震也什么都结束了。对，这里749年的时候一个大地震，就没有人继续住在这了。所以人可以用自己的能力建造很优渥的生活，可是如果神要它结束的时候，其实人就没有了。就没有了。那你麦克风可以还我了吗？麦克风。这里呢就是主教的教堂，主教就是会在这里。如果有人要见主教的话，就要来这里。那这里呢是什么东西呢？这里呢就是给宝宝洗礼的地方。然后这里有一个宝宝，那个洞，那中间有一个圆圈，那个就是水管，就是去装那个敬礼池的水。这里都还有古迹，马赛克的古迹。这个很值得，这是从埃及扛过来的。哇，太有钱了吧！这个教会呢是591年盖的，然后这个主教的教堂代表他管的是整个地区的教会。这些柱子倒在这里啊，就是因为地震的关系。太美了吧！太美了，太美了，太美了，太美了！大家一定要来。这里就是市集广场，大家都在这里聚集，然后就是社交啊，买东西。我觉得坐在这个地方真的是非常惬意，好像天堂一样，每天活在云端。你看有逛大街，然后这个地方又有游乐，那边还有剧院，我觉得还有澡堂，那边。我觉得那个时候就能够生活到这种境界。这边的人真的活得就像云端般的生活。你看这样看的就是蓝天，这样看过去就好像在天堂一样，太美啦！好大的 Basilica， 以前只是聚集的地方，然后后来就变成教会。教会这么大，然后这边呢，哇，就是山谷。所以那边是教会，这里也是教会。然后加利利湖实在是太美了，所以这是从北到南整个加利利湖。从这个角度看呢，就更明显，就是一个教堂的一个结构。中间这里是礼拜地方，然后两侧有柱子。拜占庭的时期的教堂大部分都长这样子。他们在的地方呢，是原来是敬拜罗马皇帝的地方。开玩笑啊！那这个呢，就是本来可以坐400个人的剧院。刚刚在路上看到的沙帆是7号，然后以色列小红花是14号。这好像是真花耶。然后昨天那个路上看到的豪猪剩下来的这个刺啊，是15号。这是堡垒的废墟上面盖的澡堂。
是以色列成立的第一个起步支，当时还没有以色列，叫做 The Ghania。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加利利湖的西边喽，我们现在就要去这里哈定角。那哈定角对基督徒来讲最重要的一点呢，其实是一直到19世纪的时候，朝圣者都认为这里就是耶稣分享登山宝训的地方。我们快要到拿撒勒了，那可以看到这里很多的东西都变成阿拉伯文的了。耶稣长大的拿撒勒呢，目前70%的人口是穆斯林的阿拉伯人，然后剩下的是基督徒，阿拉伯基督徒。所以呢，在拿撒勒村镇，你会看到阿拉伯文，然后也有可能会看到就是支持巴勒斯坦的一些涂鸦。那这跟朝圣者心目中的拿撒勒可能会不太一样。看阿拉伯文的招牌，然后这种建筑风格感觉也是非常的阿拉伯。然后很陡的坡，因为拿撒勒也是一个山城，真的很夸张哎，好陡啊！这个房子盖得密密麻麻的，好乱哦，还要再往下哎！就像那个哇！那个驾驶技术不好的人没有把车开到拿撒勒哦。这里就是拿撒勒啦。这里之前有那种挺巴勒斯坦的东西，现在就被涂掉了。那我们现在到拿撒勒呢，就是特别要带我妈妈看一下耶稣童年的家。耶！我来那么多次都没去过。哦，有一家有开的店，看来有人要喝咖啡。拿撒勒0公里。那边那个是会堂教会。到了市场市集就在这里，其实它白天也没有到很热闹，现在它店都开得很少，至少在战争之前的时候我们来就看不到什么店在开。我上一次来的时候呢，是跟 Melody 一起来的，那有拍一个影片，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再回去看。那前面这边呢，就是天使报喜教堂，这是基督徒来到拿撒勒一定会去参观的教堂，因为就是天主教的传统是相信玛利亚在这边，然后天使告诉她就是会怀耶稣。那你们可以看到，就是还是有一点圣诞市集那个时候的灯，因为拿撒勒也是会庆祝圣诞节啊。那我们上次呢，就是有带大家参观这个地方，耶稣童年的家。那天使报喜教堂在这边，然后耶稣童年的家在这边，就只有几十公尺而已。因为拿撒勒那个时候是一个非常小的山城。那如果你们对就是参观耶稣童年时期的家有兴趣的话，一定要提前预约。这里现在是一个修道院，也是旅馆，在一个秘密的地方。我妈说没想到这么深。我们刚从那边上来，不是进来，然后它这里有一个西元1世纪的时候的一个天然洞穴，然后在这里盖了一个西元4世纪的拜占庭教堂。刘姥姥进大观园了。在西元4世纪的时候，那个时候的基督徒就已经认为这个地方是一个神圣的地方，不然他不用在这里盖一个教堂。然后呢，他们又在这里发现了一个主教安葬在这边，然后主教的手上有戴戒指，就代表说这是一个重要的教会，然后有一个主教，然后就是被安葬在这个重要的教会。然后在这里可以看到拜占庭教会的遗迹，就是有它的那个圆拱形的屋顶，然后还有婴孩
敬礼的一个敬礼池，还有一个讲台。这里本来有一个蓄水池，以前取水，对。这是从第1世纪留下来的犹太房子，可以看到门那边有一个台阶。他们认为就是十字军为了要保护这个地方，然后不要摧毁到，所以才在旁边盖这些建筑，在保护这个地方。去哪里？他说，就是发现2个这样子的墓是西元1世纪的，然后只有1个被使用，然后他们知道是一个异人在用这个地方。为什么知道？因为他说在圣经里面，只有就是先知啊，祭司啊，还有国王、君王可以在就是家旁边安葬，这是他说的啦，我没有听过这种说法。反正因为是一个异人，所以他们认为可能就是约瑟，就是耶稣的世上的爸爸，就被安葬在这里。然后这边旁边的这个小空间是十字军的祷告室。那这个石头呢，在他们发现这个墓的时候是封住的。那以前圣母教堂也有这样子的石头，所以他们就认为就是这个地方可能就是耶稣他爸爸约瑟的墓。这是拿撒勒晚上的样子，都没有游客。妈，你看了刚刚那个可能是耶稣童年时期的家，你觉得怎么样啊？好玩吗？蛮好玩的。可以感觉一下，可能在同一个时空里面相会一次，我觉得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经验。蛮值得的。我记得这以前我们也来看过，它也是第1世纪的时候，就是可以感觉到那个时候的人家大概是什么样的状况。对。然后假猜测，那耶稣生长的环境大概是怎么样的？对，我觉得也是蛮好的，我蛮喜欢这边的。对，但它现在没有开放了。对，我们就这样看，只能这样看，蛮好看的。总之呢，耶稣他小时候长大的地方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小村庄。那过了快2000年以后，也是一个没什么人的一个小地方。大部分的店都还是关的，这个也没开啦，这应该只是灯是亮的。拿撒勒的气氛，大家喜欢吗？晚上好冷哦，风怎么那么大？可能是这样，大家都不出门吧，没有人在路上。你们现在听到那个祷告的声音啊，是从清真寺传来的，因为他们穆斯林今天在纪念穆罕默德升天的日子，所以就会听到这样的声音。那如果你们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，欢迎你们继续追踪这个频道。那如果你们有一天想要来以色列旅游的话，可以去买我写的以色列的旅行工具书，会帮助你们规划你们的旅程，也会帮助你们省钱，真的是大大的推荐。那就谢谢你们咯。